大家好，今天呢和大家聊一聊 NSAIDs 类药到底是什么药？我们在学习过程中呢，其实肯定会遇到这个 NSAIDs，简称 NSAIDs。那么，而且呢，我们发现呢，这 NSAIDs 类药它里边包含了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著名药物比如说阿司匹林布洛芬那么它到底有多少分类，是吧？每一类呢有没有互相之间的一些区别，或者说它们有没有各自的一些应用范围比如说哪个药更适合于用于哪一类情况那你说都是这一大类，那它们的区别在哪儿？为什么有这么多种那么今天我们主要呢就和大家一块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什么是 NSAIDs 类药我们首先要知道NSAIDs 类药它指的是叫非甾体类的抗炎药它英文全称就是咱们上面写的这个叫 non-steroidal anti-inflammatory drugs 那么这个叫做非甾体抗炎药。那你说这个什么叫非甾体抗炎药？它其实是和什么甾体类抗炎药是相对应而说的。那么甾体类抗炎药呢，其实有时说指的又是一个另外一类了。我们说最常见的或者说最常用的，其实甾体类这个抗炎药呢，主要指的是类固醇类的比如说就是像肾上腺皮质激素这一块，我们常说的糖皮质激素这一大类常用药物，比如说强地松比如说地塞米松这一类这叫做甾体类抗炎药。那么 NSAIDs 类是吧，叫做非甾体类抗炎药，它主要包含的就是说除了甾体类以外的其他的抗炎药从这种命名角度呢，我们其实就可以知道它从它这个命名上来讲，它的范围就非常广也就是说，除了糖皮质激素那一大类其他所有的抗炎药似乎放在这个名字下边都没什么问题当然，其实也并非如此那么，它有它自己一个更加具体的含义其实我们说它有什么具体含义呢？它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说，虽然我们叫做非甾体类抗炎药，那么好像听起来它只是抗炎，其实不只是抗炎我们叫它什么三大功能：解热、镇痛、抗炎或者叫解热、镇痛、抗炎药那么也就是说，除了抗炎以外，还有解热和镇痛的功能。那么抗炎呢？这个到底什么是抗炎，是吧？这个概念，我想也是在此呢，和大家一定要搞清楚我们说抗炎指的是炎症，是吧？是对抗炎症。那么什么是炎症炎症呢？大家又要和什么？和另外一个概念要区分开，和感染要区分开那么炎症不等于感染感染也不等于炎症。如果非要把这两个做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来类比呢？我们可以说，感染是炎症这个大的范围里边其中一部分也就是说呢，炎症这个概念更大它包含了我们人体对于外界各种刺激或者环境那么做出的这种一大类反应的统称叫做炎症。那么感染呢是其中一类炎症的表现是感染。比如说举个例子，大家可能就清楚了这个我们说炎症呢，比如说有什么炎症你哪儿碰了一下磕了很疼很肿是吧？我们说炎症的四大表现：红肿热痛那这就叫什么创伤性的炎症它这个肯定不等于说里边马上就有细菌感染了，对吧？这个是创伤性的。再比如说骨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这都是炎症。那么这些炎症呢，有的就属于什么退行性变引起的有的是什么这种自身免疫引起的不同原因引起的炎症。再比如说，甚至这一段时间你很紧张这个为了比如说迎接某一个考试也好，或者是检查也好，可能精神很紧张，工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觉得胃不舒服，哪儿不舒服，应激性的炎症应激性的炎症就是对于精神心理其实也可以导致我们人体的炎症性的反应。那么而感染呢，只是强调什么？它是由一种外界的病原体导致你这个身体出现了一种炎症的反应比如说我们最经典的上呼吸道感染引起的咽炎、喉炎，对吧？或者说
由于肺炎链球菌引起的这种肺炎啊，它都有明确的这种致病微生物啊，比如说刚才咱们提到咽炎，有可能是细菌链球菌引起的，有可能是金葡菌引起的，有可能是病毒引起的啊，这就是病毒性炎症、细菌性炎症。肺炎呢，比如说有可能由于肺炎链球菌引起的啊，那么这些，那么炎症呢？实际上范围更广啊，这个先跟大家说清楚啊，这个概念，抗炎可不是光是抗感染啊。那么抗炎药它其实意味着是什么？针对这些红肿热痛啊，人体做出各种不良的反应啊，它去针对这些反应有一定的作用啊，让它减轻，这叫抗炎。而抗感染其实很多的时候它的意思呢更强调于这种像抗生素直接针对病原体，这是抗感染。那么解热、镇痛、抗炎三大功能这就是非甾体类抗药的3个非常重要的药理功能啊。那么它是怎么实现的啊？这个呢，大家听一下就行了，因为它不用说太深入的了解这个啊。那么它其实是通过一个叫做抑制了环氧合酶 COX 啊，抑制这个酶以后呢，就减少了我们前列腺素的合成啊。那么这个就会导致它后面的这些药理的作用。主要用途呢，我们分3大类，是吧？解热是什么？就是你这个病人发烧了啊，你可以用这些药呢让他退烧。镇痛咱们就不用多说了，是吧？你就缓解疼痛啊，比如说常见的头疼啊、牙疼啊、痛经啊、腰痛啊，是吧？关节疼痛、坐骨神经痛都可以啊。抗炎呢，比如说类风湿性关节炎，是吧？强直性脊柱炎，那你说我这个咽炎、喉炎、肺炎算不算？有没有作用？有作用，但是呢，这个抗炎作用更重点的是着重于这种炎症反应，而不是针对于这种致病的病原体啊。那个针对病原体的那个叫做抗感染或者叫做抗生素啊，抗菌、抗病毒治疗。NSAIDs 药呢，它是很大的一类药物刚才咱们提到过，所以呢，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个分类。这个分类呢，我们有2种方法常用的2种方法。第一个就是按照什么这个环氧合酶抑制剂它的选择性来分类的，就是 COX 那么我们首先要知道这个 COX-1 就是这环氧合酶1呢，它是参与了什么胃黏膜保护还有血小板聚集这功能那么如果你抑制它的话当然它抑制炎症反应也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很可能同时呢就抑制了这种胃黏膜的保护功能和血小板的聚集功能出现什么胃溃疡或者是容易出血，是吧？这些不良反应。那么 COX-2 其实是主要是介导炎症和疼痛的所以呢，如果是选择性的抑制 COX-2， 这就非常理想的可以避免了这种胃溃疡和血小板的影响而更专注于什么炎症和疼痛的抑制。所以这是 COX-2 这种选择性抑制剂的一大优势那么传统的我们常说的 NSAIDs 类药物那么包括了一大批比如说这个阿司匹林、布洛芬、双氯芬酸、银多美辛一大类药，这都是传统的 NSAIDs 类药它是没有选择性的，也就是说同时抑制了 COX-1 和 COX-2那么它的特点呢，也就是说解热镇痛抗炎这没问题但是呢胃肠道副作用会有，出血风险会有，肾损害风险也会有所以呢我把这个胃、肾和血小板写在了咱们这个标题这一行那么它的代表药物阿司匹林那么小剂量呢有抗血小板功能那么一般对于中大剂量主要是抗炎功能那么布洛芬、奈普生、双氯芬酸、银多美辛、酮俄酸这些都是比较常用的一些经典的没有选择性的这些NSAIDs 类药。那么第二个呢，高度选择性 COX-2 抑制剂主要是西部类COXIBs， 那么它几乎只抑制 COX-2 那么它的特点当然胃肠道咱们说了没有什么影响，出血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心血管风险增加比如说心肌梗塞脑中风，主要是脑梗塞它的代表药物就是司来西布。也就是说 COX-2 呢虽然它的优点很强大，但是要注意它的心血管风险有可能导致血栓、栓塞这一类疾病。那么第二个分类的方法呢，刚才咱们提到的那个
分类是按照 Cox 就是这个环氧合酶它有没有选择性来分类的啊。那么如果按照化学结构分类，NSAIDs 药也可以分成很多的类，而且这种单纯按化学结构分类，它的分类方法也很多。有的书籍呢可能是分得很细致啊，那么它其实把咱们这个我选择了5大类的这种分类方法，它可能就会比如说把其中的某一类、2类这种大类又细分成其他的几个不同的小类，那么它把这些所有的都并列在一起啊，那么所以按照其他不同的分类方法，有可能能分出8类、10类这个化学结构哈。但是我想呢，对于咱们初学者来讲呢，选择一个比较简单的比较好理解的这种方法来记忆啊。当然，如果大家有兴趣以后有这种深入研究学习的需求你可以再阅读其他的文献。那么它的分类方法是可能会跟这个有一定差别，比如说把乙酸类、把丙酸类又细分成几个不同的化学结构分类。那么下边咱们看这5大类的分类方法第一个最著名的水杨酸类salicylates 水杨酸类。那么它呢是代表药物大家看非常著名的阿司匹林阿司匹林其实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药物也可能我感觉应该是很早期就出现了，上百年历史了很可能是很早，最早没准是出现的这个药物就是这个NSAIDs类药物。那么它呢兼具解释镇痛、抗炎3大功能，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不能用于儿童如果用于儿童，它有可能引起一个非常严重的综合症，叫瑞艾综合征那么对于这个瑞艾综合征呢，大家要知道，第一个，儿童不能用什么叫儿童简单讲，不是成人没到成年人这个年龄都是儿童所以小于18岁尽量不要用。一旦有问题，那就是这个用药者的责任那么他也可能没事这个其实呢，并不是说那么绝对，说小于18岁。比如说我17岁、16岁就用了，万一当时不知道真就用了阿司匹林，也不是说100%就一定出什么致命风险，那倒不一定都那么严重，也可能什么事没有也可能你也没觉着有什么问题，但是呢有这种出现的几率，而且有出现致死性瑞艾综合征的这种风险，所以对于这种可以避免的风险呢，我们还是要尽量的避免你不能说明知有这种很严重的后果，你还非得要用，那就不对了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瑞艾综合征。当然说有的这个也不是说单纯是药物的反应那它有可能之前有一些什么病毒什么水痘是吧？这些特殊的感染病史。但是不管有没有选择用药的时候，大家尽量不要选那么第二个，丙酸类和衍生物丙酸类及其衍生物。那么这个代表物布洛芬，这也是用的很多的一个药，而且呢，大家看它可以用于什么？大于6个月的儿童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药。那么当然还有后边这个叫奈普生第3大类叫乙酸类及衍生物。那么它呢就是双氯芬酸、吲哚美辛、酮铬酸那么有的书上它可能把吲哚美辛和酮铬酸没准有分作另外一类或者不同的2类，这是乙酸类然后其实呢成年人像我们临床上很多的时候退烧尤其外科的病人，很多时候会用吲哚美辛栓剂就是直肠用药很快就能退烧第4个烯醇酸类这个典型代表药物叫什么？派洛西康。这个呢目前用的还是比较少用的比较少。那么第5大类就是刚才咱们提到过COX-2选择性抑制剂塞莱西布。那么这是它的分类。还有一个特别要跟大家提出的药物呢，其实就是这个对乙酰氨基酚acetaminophen。那么首先这个药为什么要提出来第一，它有很大的一个优势，跟刚才咱们说那个布洛芬很相似布洛芬是用于6个月以上的儿童就可以用，这个对乙酰氨基酚呢3个月以上就可以所以呢对于儿科这种发热来讲，这2个药几乎就是可以说是
可选择的很少的药物啊，这之一或者之二啊，因为很多药物它由于年龄限制它是不能用的啊。那么对乙酰氨基酚到底属不属于 NSAIDs 类药啊？这个其实是有争议的啊。但是咱们不去讨论这些学术上的一些什么观点，到底应该是哪个对哪个不对啊？咱们所要知道的就是说，第一个啊，它为什么会存在这种争议？是因为什么？咱们说什么是 NSAIDs 类药？三大功能：解热、镇痛、抗炎啊。acetaminophen 啊，对乙酰氨基酚解热镇痛没问题，抗炎作用几乎可以就忽略啊，就几乎没有。所以呢，从功能上来讲，它只具备了解热镇痛，而没有抗炎啊。那么你要这样的话，那你非得把它拉在这个 NSAIDs 类药里，似乎就不大合适啊。你不能说它一点没有啊，抗炎作用只有一点，你和其他那些药物那就差了很多倍了，是吧？这是一个原因。另外呢，就是说它呢虽然也和其他药物类似哈，是通过抑制这个 COX 发挥作用，但是它主要抑制是中枢神经系统的 COX， 而不是外周的。那么这也就是说解释了它为什么缺乏这种明显的抗炎作用啊。所以呢，对于对乙酰氨基酚来讲呢，我们首先呢还是不把它强行归类为 NSAIDs 类药啊。可以把它算作一种特殊的一个分支吧，但是你要分类的话，它和其他都不一样。如果有一个单选题哈，4个选项说这哪一个药不属于 NSAIDs 类药，比如说其他3个是布洛芬、双氯芬酸、吲哚美辛啊，还有一个对乙酰氨基酚，那你就得选这个对乙酰氨基酚啊。好，那么看一下临床和考试上一些常见的这种知识点啊。第一个，有胃溃疡病史、有上消道出血史啊，就尽量的去避免啊这个 NSAIDs 类药，因为它增加你胃溃疡和出血的风险。那么如果有肾功能不全，也要慎用啊，不是说绝对禁止，但是一定要小心，因为它有可能加重你的肾功能不全。如果之前有过心梗或者脑梗啊这种病史的话，要注意什么？尽量避免塞莱西布啊，因为它增加这种梗塞风险。对于孕晚期要禁用啊，因为它增加出血风险啊。那么酮铬酸呢，小于5天啊，不能超过5天。那么我们看几个练习题哈。第一个说有消化道溃疡史的病人需要长期抗炎治疗，选择哪一类？NSAIDs 类药哈，选择哪个？那么布洛芬、奈普生、双氯芬酸、塞莱西布啊。那么只有塞莱西布呢是对胃黏膜啊这种影响很小啊，所以我们要选 D 啊。这个题呢，第二题呢说哪个是不适合使用它的？那不适合使用它塞莱西布呢？我们首先想到就是这种梗塞啊，梗塞性疾病。那这4个里，关节炎、胃溃疡、高血压都不是，只有这既往心肌梗死，所以我们选 D 哈。这第三题呢说一个护士教育这个使用 NSAIDs 类药物的患者哈，那么哪一个是正确的？空腹吸收更好啊，你甭管它吸收好不好，你就不能空腹吃，对吧？它增加胃出血、胃溃疡风险。那么第二个呢，说出现黑便立即就医，这没问题啊，因为它一旦有胃溃疡、胃出血，那么出现黑便，马上要去就诊啊，可能是和这个药有关的。第三个和抗凝药无相互作用，这肯定不对啊，是吧？你吃着抗凝，再吃着抗血板聚集药阿司匹林，那么你抑制了它的凝血和血管聚集，这个肯定是有相互作用啊，增加出血风险。第四个呢，对肾功能没有影响，这肯定不对啊，这增加肾功能不全的风险啊，会有的，影响肾脏的功能，所以这个只有 B 哈。好，那么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儿啊。对于 NSAIDs 类药物呢，大家如果还有其他的问题，也可以留言啊，欢迎大家点赞、订阅、分享，谢谢各位。